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芳华。北京异动连连，中共四中全会才刚开幕，会场内外却同时炸出3个重磅信号：军中动了，官媒静了，而政治局层面更传出接班与代管2套剧本。第一个信号，据自媒体人苏小河爆料，军方23名中央军委集体建议习近平交出军权，理由只有一个，对于军中腐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第二个信号，汪洋被传获元老推举，暂时主持大局，李强则被内定接任国家军委副主席。一文一武，一老一新，2条人事线同时流动，意味着谁接手中国的剧本正在今夕悄悄排演。第3个信号，官媒深夜删文，2个确立，2个维护，整段消失。这在中共体制内极为罕见，也让外界惊呼，就连表忠心的语句都要被审查。3个信号同时出现，北京陷入前所未有的静默。这场原本宣称是研究“15+5”规划的全会，如今更像是一场权力秩序的重新洗牌。10月20号上午，官媒口径很齐，中共第20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开始举行。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做工作报告，并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向全会做了说明。话不多，没细节，强调的是发展与规划，但知道门道的人都明白，话越少，事越大，真正的博弈越复杂。纽约时报此时抛出个敏感球，习近平的任期与接班2连问，角度很直白，习已掌权13年，接班人既不明确，时间表也没有，这种不确定会把政治风险放大。这不是外媒爱八卦，而是所有投资人、外交圈这周都在追的同一条线索：四中全会能不能透露出下一代人事安排的影子？真正在会前把气氛点燃的是10月17号那纸处分，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以及苗华、林向阳、王厚斌等共9名上将，通通被开除党籍军籍，移交审查。这一枪放得又急又狠，而且时间卡得极其精确。四中全会前最后一个工作日，官方口径是严重违纪违法、涉贪腐。通告中表示，党中央给予这9人开除党籍，待四中全会上追认的表述。从程序观感看起来，就像是先斩后奏，先公布处分，再把追认带进全会。这种打法本身就会加剧坊间谁主导的猜想。更敏感的是，这9人不只是高级将领，其中8人还是20届中央委员。开除之后，中央委员会就腾出了席位，等于为四中全会的人事补位打开了操作空间。这是当下政治观察的共同焦点，是一次性切掉习近平的军中主干，还是为新一轮补血做铺垫？外界此刻基本形成2条叙事线。叙事 A， 习近平反腐再加码。独立时评人蔡胜坤10月19号对大纪元表示，这次调整由习近平主导。蔡胜坤认为，没有他的批准，1名将领都不可能被处置。在他看来，这是习近平的自断臂膀之举。这些被处理人员在军队中的影响力，已构成对其最高权威的巨大挑战。他坚持认为，即使调整规模巨大，中共四中全会仍由习近平一人掌控，没有任何人能对他形成威胁或挑战。论据是反腐叙事一以贯之。火箭军与装备口此前早已多次动刀，这次只是把刀口推向更高层，顺带为四中全会清场。这一线的分析通常会补一句：清洗不等于弱势，恰恰可能是强势重建忠诚链。叙事 B， 张又侠先斩后奏。正常程序下，重磅消息应由新华社率先发布，人民日报、央视新闻联播迅速跟进。
中共国防部、军报等次级渠道随后转载，但此次完全颠倒。10月17号17点15分，中共国防部率先公布9名上将被开除党籍军籍。17点35分，新华网低调转载，位置头版。17点33分，人民网军版转载，非头条。18号，人民日报在第6版角落刊登答记者问版本，模糊淡化。最令人震惊的是，新闻联播17号到18号连续2天只字不提该事件。这种回避在中共宣传体系中极为罕见。以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为代表的军方势力，故意打破常规程序，将习家军军中被团灭的消息公之于众，制造既成事实，来倒逼习家军蔡奇主管的宣传系统来跟进。而党媒官媒则表现出明显的无声抵抗，试图通过淡化处理来最小化事件的政治冲击。这种军方主动出击与宣传系统被动应对的对比，清晰地勾勒出党内2大势力公开对峙的严峻场面。中共四中全会在10月23号一结束，中共全国人大已经宣布，人大常委会将在24号召开，全国政协常委会则宣布在25号开会。这种节奏在以往常见于补位任免环节，党内做出的人事调整需要通过国家机构的人事任免来完成法律化、程序化。这也是为何市场这几天格外盯人事名单，谁会补进中央委员会，军委口谁来顶，这些都是全会闭门谈完，会后才能逐步落地的。把镜头拉回金溪宾馆，从政治现实看，习近平让不让出军委主席，让几个职位，这种等级的动作通常不会在一场会议一次性完成，它需要会内协调加会后程序的2步走。而《纽约时报》的2连问，其实就是把这一回合拉长到更远的时间轴。如果没有接班人设计，每多1年，政务与人事的压力就更向上集中。若仓促指定接班，又会形成权力的第2重心，这就是现阶段中共高层不得不面对的悖论。从17号的军方通告到20号中共四中全会开幕，北京的节奏很像一场先亮刀再谈判的牌局。你先把底牌拍在桌上，会上再来决定怎么写进纪要，怎么安排补位。门外的我们只能从谁先发声，谁后追认，谁缺席，谁补上这些小动作上来读信号。接着进场的是一连串更进一步施压的传闻与放风，大致分成3个方向：一、公开审理加电视直播，把审判推向聚光灯。面对习近平的不主动辞职，除了抛出何卫东9名上将开除消息后，中共元老与军方代表张又侠再发力。自媒体人山河东夫爆料说，近日中共元老温家宝与张又侠在内部协调会上联合建议，对何卫东等严重违纪腐败的落马将领公开审理，而且电视直播。重点在于在文件措辞上标注这些人是由习近平同志亲自指挥、亲自布局、亲自提拔。这一刀如果真落下，看似在审将军，实际等于当众审判提拔链的政治责任。爆料还称，原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既未明确赞同，也没有否决，只说四中全会后再议。这种留白式的表态非常符合中共会期的行文节奏，先把会议过完，再谈处置剧本。此类直播审理的设想，政治信号远大于司法功能。一旦上镜，等同把军中清洗的政治定性外溢到社会层面，冲击会非常大。目前无权威渠道证实，仅能视为施压型放风。2、传军方中央委员集体施压，习辞去军委主席。自媒体人苏小荷在节目中透露，
参加中共四中全会的军队系中央委员共有23人，集体联名要求习近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，理由是其对军中系统性腐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目前该说法尚未获得官方证实，但由于数字精确、时间点敏感，引发外界对中共军中内部压力与高层权力斗争的新一轮揣测。若为真，性质极敏感，等同于会内联名建议调整最高军权。3. 汪洋被元老推举主持大局，与李强任国家军委副主席。山河东夫爆料，中共元老倾向推汪洋暂时主持大局，但汪洋在小范围对温家宝、胡锦涛表露顾虑，怕干不好，其语感近似于传统的谦让辞法，不拒绝，不上杆子，要换取更大的授权空间再接手。旅澳自媒体人蒋网正在 X 平台丢出另一组内容相反的爆料： 1. 李强担任国家军委副主席，第一副主席接替张又侠，党内明确李强成为中共21大接班人。2027年，习近平除国家军委主席外，其他都退。2. 张真明接替何卫东担任中共军委副主席。3. 钟绍军担任中共军委委员、政治部主任。另外，中共公安部党委书记、国家安全部党委书记双换人。如果说军中9上将事件让外界看到的是刀把子那一端的权力斗，那么10月20号这一天，一条看似普通的政法系新闻，却从另一个维度笔杆子泄露出四中全会会场内部的政治温差。20号当天中午，中共政法委系统网站中国长安网发布了一则例行公文，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学习宣传洛桑扎西同志先进事迹的通知，内容本应四平八稳，表彰一位边疆国安系干部强调忠诚奉献、敢于斗争、维护安全等标准化，但敏感的读者立刻发现异样。在长安网版本里，正文赫然出现了一段明确的政治表态，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，坚定拥护2个确立，坚决做到2个维护。这2句话在中共政治语境里意义重大。2个确立是确立习近平的核心地位，确立习思想的指导地位；2个维护则是要求全党在思想行动上维护其核心。然而几个小时后，当新华社与人民网相继转载同一篇稿时，这2句表忠心的话却被整段删除。在中共新闻体系里，这种剪掉向习表忠句子的操作极罕见，通常是地方或部门版本向中央口径靠拢，而不是反过来。这次是中央媒体主动去除对最高领导人个人崇拜的表述，等于是在对外传递一个新的文字信号。这一细节迅速在政法系统内外引起连锁反应，多位网民与自媒体在微博、微信公众号中留言，这是不是2个确立被降级的前兆？留言很快被删，但截图流传开了。北京的消息人士指出，这很可能是中共四中全会文件审稿阶段的文字风向外溢。在中共体制里，若涉及对最高领导人地位表述的措辞调整，党媒会提前预演口径。也就是说，这次新华社和人民网的删减不只是技术编辑，而是政治准备，为四中全会可能去掉2个确立、2个维护铺路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共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身福建，长期在闽江新军体系内任职，是典型的习家军。这份通知正是他分管的系统发出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从政治忠诚角度，长安网提及的2个确立、2个维护更符合陈文清的个人立场，但被新华社和人民网删除，则等于是中央宣传系统在压政法口。这在中共的内部分工里非常罕见，笔杆子直接否定刀把子的口径。当军中清洗与文宣降调同时出现，权力的重排不再只靠会议公报，而是藏在节点与语句之间，谁缺席谁顶上。
哪些词留，哪些词被删。接下来的中共人大政协节奏与补位名单，将把这场博弈的走向逐步实锤。习近平会让出中央军委主席这个职位吗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